册封仪式开始，最年轻的5星战神诞生。但你来做什么？他们2个不懂事，难道你也不懂事吗？不知道拦着他们吗？但你是不知道，他们太欺负人了。蒙毅、戴旭他们的父亲已经打算在册封仪式之后找个理由弄死冷风了。三金你也少不了挨一顿修理。我是看在小云还有他肚子里孩子的份上，过来给你们俩提个醒。冷风，你快跑吧！我爸不是开玩笑的，他们那群大人物动到手指都能碾死你。你快出国去，永远不要回大夏了。无妨，有我在，谁也不敢动他。三金，你只不过是个商人而已，即便你是首富，即便你是鸿蒙会会长，又能怎样？大夏的运转规则你根本不懂。龙叔，谢谢你的提醒，但是这件事我心里有数。伯父谢谢了，有三金哥在，我绝对死不了的。你们。蒙家、戴家、周家这些可全是战士世家，蒙家背后还有一个吴老星，他们组合起来的实力，碾死你们跟碾死一只蚂蚁没有区别。罢了，好心当做驴肝肺，我是不会出手帮忙的。小云跟我走，别被这俩货给牵连到了。说完，龙印强行把龙小云给拽走了。弱小本身就是一种罪过，此言不虚啊。不要想太多，今晚过后，你会让整个大夏都为之震撼。1小时后，众人来到会议大厅，吴老星、总督们稳坐会场的第1排，蒙恬、戴边等人则坐在第2、3排的位置。至于小辈们和家属，则坐在倒数后几排。鸿蒙会会长三阶，红西安保集团 CEO 冷风先生到，他还真有胆来啊！可惜他没看到我们拜见吴老星的样子，否则恐怕是都给他吓出来了。怎么回事？他们居然坐在了第2排？这怎么可能？第2排可是给副总督级别的大佬准备的位置，5星战神都没资格坐在那里。我知道了，三金是商圈代表，属于各领域的杰出人物，坐在第2排也是理所应当的。还好不是我想的那样。各位请肃静，下面我宣布，册封仪式马上开始。最近国内出现了一位非常优秀的人才，他以一己之力提升了大夏近30名的世界排名，为大夏立下了前所未有的功劳。地主曾经亲口称赞其为至诚至刚，国士无双，并亲自赐予本次册封仪式。听到这，不少人都认为自己找到了册封的主角。前一阵子李牧尘副总督游说联合了10余个国家的高层，跟大夏签订了合作协议，难不成是他？吴宝峰老爷子似乎也有这个可能，他这前半辈子光是 B 级功勋就20多个，A 级功勋3个，累积起来绝对称得上是国士无双了。这些人都跟我蒙家有来往，三金，我倒要看看你还有什么能耐。蒙少，你说三金要是知道咱们马上就要跟这位无双国士结交了，他会是什么心情？估计想死的心都有了吧。小云，你可真是闯下大祸了！你知不知道，刚刚被冷风打断胳膊的那些小辈，全都去拜见吴老星了，而且吴老星还承诺在能力范围内引荐他们与神秘大佬结交，这意味着什么？你应该清楚吧？爸，冷风真的会死吗？他不死谁死？人家不过是羞辱他2句而已，他倒好，上来就动手。要是早点跑路，或许还有生机。现在想跑都晚了。下面让我们有请册封仪式的主角登场。下一刻，三金站了起来，带着冷风一起向外走。好大的胆子，居然这个时候出去方便。然而他的笑容没持续多久，2名工作人员快步走到三金身前。三金先生，请跟我们上台。他俩上台去干嘛？不是请神秘大佬上台受封吗？会不会是有各领域杰出人员的致辞环节啊？可是已经到了受封的时间了，怎么可能还有致辞？该不会……所有人都想到了一个恐怖的真相，忍不住打起了冷战。小云，你是不是知道什么内幕？不，我跟你一样，什么也不知道啊。我宣布，册封仪式现在开始，请鸿蒙会会长三金先生上前受封。所有人都目瞪口呆地看向舞台，大脑跟宕机了一样。他才不满30岁啊！难怪三金敢那般嚣张，原来他就是册封仪式的主角啊！可是三金不是商人吗？他为什么能被册封？纵观整个历史，还从未有人以商封神的。这时沈傲解答了众人的疑惑。三金为大夏的高科技产业做出了杰出贡献，最重要的是他的页岩油技术至少掌控了全世界1/3的页岩油产能。金融、能源、高科技在战争中意味着什么？我想诸位比我更清楚吧。故此，我代表地主册封三金为5星战神，封号白龙。以商封神，这个三金还真是牛啊！谁能想到一个商人能封神呢？真是见证历史了。而蒙家、戴家、周家、龙家等众人也都瞠目结舌。难怪你在之前敢说
没人能动冷风。原来这就是你的底牌啊！可恶，真的是他。罢了，大不了就是之后赔点笑脸。不过冷风必须要死，这是我的底线。而蒙恬几人依旧保持着一丝冷静。一个白龙战神还不够让蒙家、戴家、周家退缩的。刚刚目睹了冷风打人事件的几位大佬也聊了起来。你刚刚说神仙来了都翻不了盘，但按照这个趋势来看，三金貌似翻盘了吧？区区一个5星战神罢了，蒙家背后有5老星，戴家和周家也都出过封疆大吏，他三金未必能控得住场面。不错，虽说蒙家不敢明面上直接碾压三金了，但是他必须给这些大家族一个交代。我猜三金身边那个保镖应该会被当头明状。感谢地主的厚爱，感谢各位大佬不远万里前来观礼，能够受封战神是我的荣幸。以后我会更加努力地报效祖国，让祖国早日登顶世界之巅。话音落下，沈傲又走到了舞台中央。恭喜白龙战神，也希望年轻一辈多多向三金看齐。下面让我们进行第2次册封仪式。此言一出，所有人都愣住了。难道还有跟三金一样的优秀后辈？不可能吗？后辈里也就蒙家、戴家那2家的小辈战绩显赫了，但也达不到受封的程度啊。奇了怪了，会是谁呢？只见一直站在角落里规规矩矩的冷风，此刻竟然走到了麦克风前。蒙毅几人一脸的震惊和慌乱，蒙恬则是皱紧了眉头，绝对不能让冷风受封成功。一念至此，蒙恬给戴边等人递了一个眼神。第2位受封人是冷风冷先生，他成立了红星安保公司，为退役战士提供工作，做出了属于大夏本土的定制化安保集团，并且打败了世界诸多安保公司，让红星安保位列世界第1。结合他之前的战绩和现在的成绩，现在我宣布授冷风为1星战神，封号狼王。这一刻，龙小云忍不住泪流满面。爸，你看到了吗？冷风封神了，他有资格光明正大的娶我了，你看到了吗？看到了，爸看到了。既然老天爷都愿意成全你们俩，那我还有什么好说的？你们的婚事啊，我反对。一瞬间，全场的目光都看向了声音的主人。蒙恬这是要给三金一个下马威啊！大家族果然不是好惹的，敢在册封仪式上公开反对，这下有好戏看了。龙印很快明白了蒙恬的用意。小云，别怪爸爸无情，今天这桩婚姻能不能成，甚至冷风的命能不能保住，就得看他的造化了。蒙父指挥，你反对什么？又为何反对？我反对冷风被封战神，他当众打断了我儿子的胳膊，还恶意打断戴家、周家等几位大家族公子的胳膊，简直就是无法无天。这样一个暴徒，怎配被封战神？你怎么不说你儿子还有戴旭那些人都做了什么？如果不是他们出言羞辱我兄弟，不让他上桌吃饭，他会动手。我试问现场任何一位当战士的，如果遭受这种屈辱，以你们战士的尊严，能不动手吗？白龙战神，这都是你的一面之词、诛心之言罢了。小年轻们随口开的玩笑也能当真，更何况你这说辞上了法庭可当不了证据。那蒙家主所言为什么就不是一面之词、诛心之言呢？因为我有证人。下一刻，10几位家主站了起来。我作证，我刚刚看到冷风打人了。我也作证，冷风一言不合就打人，简直就是暴徒。我作证，我也作证，我们都看见了。三金这是把战圈最有势力的大家族都给得罪了个遍吗？今天他若是不低头把冷风抛出去背锅，恐怕是下不了这个台了。嘿嘿，你们不得罪蒙家，说不定今天册封仪式还能圆满结束。可惜啊，走到现在这一步都是你们自找的。就在三金想要发飙的时候，冷风忽然开口了：各位家主，请不要为难三金先生，都是我一个人的主意。这件事因我而起，任何责任我愿一并担之。冷风知道今天这件事必须要有人牺牲，而此时风红阳似乎很愤怒地在骂着什么。所有人都认为这场闹剧会以冷风道歉认罪收场。冷风，你胡说八道什么？三金哥，我不想再让你为难了。这段时间您帮了我太多，这个时候我要是还继续闷不吭声，那我就太不是个爷们了。我相信小云也不会想要一个不负责的男人，这个锅让我扛吧。受封可以免掉，但我还是坚持一点，冷风无罪。他有没有罪，回头上了法庭，法官会给他合理的审判。两人的对峙，终究是这群老牌大家族略胜一筹。可惜终究还是差一步。小云，你跟冷风还是有缘无分呐。而蒙毅、戴旭等人则很是得意。即便你是无双国士又如何？在这些大家族的面前，是龙你得盘着，是虎你得握着。都结束了。舞台上，工作人员匆忙跑到沈傲身边，不断的道歉。沈总督，对不起，册封仪式的台词卡是旧版的，我忘了换成新版的了。看着新版台词卡，沈傲忽然瞪大了眼睛。这是反复确认了几遍，沈傲扫向台下的蒙恬等人。待会我看你们几个怎么收场。